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PS 当中的亮度对比度。在 PS 当中有3个地方是可以找到这个亮度对比度工具的。第一个就是在菜单中去打开我们点击图像，在图像里面找到调整，调整里面有一个亮度对比度。那么还有2个地方也可以打开它在调整面板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小图标。那第一个像太阳的图标这个图标就是亮度对比度。打开这个面板的同时它可以在图层面板当中生成一个亮度对比度的调整层，并且这个调整层后方会带上一个白色的蒙板，方便你去做局部调整。好，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在图层面板下方，这里有一排图标，大家看我鼠标停留的这个图标然后点击这个图标呢，它也会弹出一个菜单在菜单里面也有这个亮度对比度。你点开这个亮度对比度也是在图层面板当中会生成一个调整层，并且后面带上白蒙板。那只有在调整面板当中和下面这个图层这底下这个小图标里面点开的亮度对比度，才会在图层面板里面生成调整层。在菜单里面打开的亮度对比度是没有这个调整层的那这个亮度对比度的面板当中只有2个滑块，操作起来也非常简单。亮度很简单，就是调整画面的亮度，但是它这个亮度是不能针对纯黑和纯白进行调整的。你可以看到左边这里有个图图片是从最暗到最亮，形成了一个螺旋状。那我们拉高这个亮度，你可以发现画面中的一些灰度全部提亮了，导致这张图上面的高光过渡细节会减少我们再来看一下我把它亮度压到最低，你可以看到细节看到是最多的，从最暗到最亮，它这里有很多个细节，每一个层级就代表是一处细节，并且它的亮度是递增的。如果我们把亮度提高你会发现画面中很多过渡细节全部被提亮过曝了。那把亮度压低你会发现原本比较亮的一些过渡细节，它会变得更暗，让你更容易看到这些灰度的过渡细节。那它有个缺点，就是它的暗部变多了正常情况下它的暗部只有这么一小块，那你把亮度压暗的话，它的暗部变得更暗了，会导致暗部的过渡细节也会丢失。所以说这个亮度要把握一个度，太亮会丢失高光细节，太暗会丢失暗部细节。所以说这个亮度的调整是把握一个度。那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对比度对比度跟刚才这个原理差不多，你只要把对比度提高，画面中的暗部会变多，亮部也会变多。换句话说，就是画面的暗部变得更暗了，亮部变得更亮了，从而形成一个大面积的强反差。这样一来，你会视觉上感受到这个照片的灰度变少了，从而你会觉得它很通透反观我们把对比度降低，你会发现整个画面会变灰，它会呈现出更多灰度的细节。那它有个缺点，就是你如果对比度过低，照片就会变得不通透，比较闷。那这是在理论上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拿一张真实的照片来给大家做比方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它的调色、它的后期都非常到位，细节该有的有亮度该有的也有。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细节非常的丰富那如果我们使用了亮度对比度按照刚才的理论，只要把亮度提高，它的高光细节就会变少我们试一下，对不对？它的高光细节变少了，雪地雪地那些倒影那些颗粒的那些质感全部就丢失了，变成了过曝的状态。过曝是什么状态呢？就是纯白的状态。那它的细节是不是变少了？那一张照片是不是越亮越好呢？当然不是。通过这个实验你也看出，亮度拉得太高照片它很多细节就丢失了。那是不是越暗越好？也不是。太暗呢，画面会变得非常的不通透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对比度，结合刚才的理论我们只要把对比度拉高，就会把画面中的暗部变得更暗，亮部变得更亮，形成一个强反差。好，我们试一下把对比度拉高，你可以看到是不是画面中这些树这些区域是暗部那么这些树的这些区域是不是变得更暗了呢？我们再还原你来看一下这是原始状态这些树梢树杈你微微的还是看得到一些这种感觉感觉这些树都有很多树杈那你把对比度拉得特别强，你会发现这些树上面这些树杈变得像是没有了只感觉它是暗暗的一坨是吧？你来看一下，就是之前的这些比较若隐若现的树杈，你能看见对比度拉特别高的时候你发现它这个树变得特别的暗很多一些微小的灰度的过渡的那些内容全部被压暗了导致这些树还有这些房屋的这些暗处变成一坨坨的那种黑色的暗色的分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你看原始状态下你还能看到它有一些细节过渡的细节，对比度拉高就会变成这个效果。反观你看这些雪地原始状态下这个雪地看上去非常柔和，一些微弱的过渡的灰阶你都能看得清楚，细节也特别的多。
对比度拉得特别强，你会发现这些血滴啊变得特别的亮，暗部变得特别的暗，照片的观感反而就没有那么强了啊。所以说这个对比度不是越高越好啊，对比度也是要有个度。那下面这里有一个使用旧版，这个旧版呢就是使用 PS 以前的版本的算法。那什么情况下需要用这个旧版本呢？只有这个亮度对比度拉到极限不能满足你的同时啊，你可以使用这个旧版继续来拉啊，来达到更高的一个数值。好，这就是亮度对比度这个用法。好了，这个亮度对比度啊非常简单，也非常容易理解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我们在外出拍照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天气不理想的情况，拍出来的照片比较闷、比较灰，那么不得不使用后期去去灰加通透。接下来我会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明白去灰加通透的底层原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就是所谓的照片不通透、比较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像这种情况，通常也是因为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在空中形成了一种反侧面，导致的这种不够通透。那么通常前期也可以去安装一些 ND 镜来拍这种风光啊，也能改善灰蒙蒙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雾霾啊、沙尘暴之类的，那是没有办法通过 ND 啊来解决它的通透感的。通常我们可以给它增加对比啊、去朦胧啊、去薄雾啊、改善色阶啊、调整曲线啊，都可以来解决这个不通透的问题。那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你看用曲线，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对比的曲线，就是把暗的稍微压暗一些啊，亮的保持不动，暗的稍微压暗。这样的一个照片你看上去是不是就通透了？那么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呢？等一下我会用这2张灰度图给大家来演示原理啊。你用其他的方法其实也可以调，比如说色阶工具。那我们打开色阶，你可以看到这里有黑、灰、白3个滑块。那画面中的灰度多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灰度滑块，把灰度滑块啊往右边压。你看，这样一来它就通透了，是吧？那这2种方法是在 PS 里面用调色层来解决啊。如果你是在 Camera 里面啊，也可以解决。在 Camera 当中啊，有一个增加对比的功能啊，其实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但是它的算法上啊，会比刚才那个在 PS 里面的要柔和一些。你看，你要拉很大的幅度才会产生效果。还有 Camera 下面这个效果面板当中的去薄雾，它也是把中间灰像素给压暗，你看到没有？也是把中间灰像素压暗。通过这几个测试，大家不难发现，照片如果想让它通透啊，就是要让它增强对比，让亮的更亮，让暗的更暗。刚才我展示的4种去灰的方法，都是把中间灰像素压暗，让黑和白的反差更强，形成了这种通透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配合这张图来解释一下刚才那个原理啊。如果我们用曲线把暗的让它再暗一些啊，把亮的恢复到这个地方不动啊，把暗的让它更暗一些，这样照片就会形成一个强反差。但是它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原本的细节会丢失。大家看一下，我们如果不调的话，你可以看到更多不同亮度级。如果我们通过加反差让它通透，你会发现这里的一些细节看不见了，高光往灰度偏的这些灰度细节你也看不见了，它减少了画面的细节。那反过来，为什么我们在调整这张照片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它的细节减少啊？那是因为这个细节你无关紧要，你觉察不到。你看，我再给它调成一个刚才那样的效果。好，照片是不是比原图要通透？但是它细节丢失，你不知道它丢失在哪里。那我给你看一下啊，像这个岩石的沟壑当中啊，是背光，是个阴影的地方。那通过我们加通透了之后，你看到这个地方会变得更黑。原本你能隐隐约约看到这个岩石的形状啊，那岩石是圆的还是三角形的，你能大致看到的一个形状。那通过加对比啊，压暗了它中间灰，导致它的灰度过度信息丢失啊。你会发现这沟壑里面的小石头是什么形状，你看不出来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树荫的阴影啊，你看这些树荫的背光的这些地方，你是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过渡信息的，也能看到这些小树啊在这里面。但是你这样一加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它这里很黑了啊，会丢失一些暗部的细节。那是不是我们调了这个对比，让照片通透，丢失了暗部细节就不好呢？其实不是啊，照片它是以观感为主的，只要你的观感看上去好就可以了，并不是来通过这些冷冰冰的数据来调照片的。色彩调整它其实是一个艺术，是一个观赏性的东西，你始终是要靠你的眼睛，靠你的审美去调照片的。在观感上它比原图好，那这就是成功的，并不是说我加了对比，加了色阶，去了灰，暗部细节丢失，高光细节也丢失，那这样调就错。大家要记住啊，我们调照片是用眼睛去观赏的，而不是看这些数据来调照片的。
当然，这些数据你知道之后，有助于你把照片调好，更有助于你去自由的发挥。你看这个图啊，我们如果加了对比，你会发现，照片是通透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它的灰度的过渡信息啊丢失了。原本这个地方有一些过渡的一些地方啊，还有这个地方过渡的地方啊，通过我们加了对比，压暗了中间灰，你会发现这过渡的信息丢了，但是照片看上去清晰通透些了。不管你是在曲线里面，还是色阶里面，还是 Camera 里面的去薄雾，还是加对比，还是压暗黑色提亮白色，其实都是在做同样的操作，就是把亮的让它调得更亮，暗的调得更暗，把中间过渡的灰度给它压窄，都是在做这个操作。那压窄了之后啊，对照片的影响就是可以让照片的灰度啊让它丢失，从而看上去通透，反差大。照片调得好不好，成不成功，是看观感，看大家眼睛看这张照片的感觉的，而不是看数据的。年龄比较大的一些摄影师非常依赖这个数据来调色呀。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一些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教程。如果你是摄影师或者是摄影爱好者，不妨点个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这节课我们来调一张长曝光的夜景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没有调整之前的照片啊。那么由于拍摄者使用了4到6秒的曝光，导致这个天空曝光过度。也就是说，原本不会有这么亮的天空，通过你4到6秒钟的曝光，把比较暗的天空也拍成了一个比较亮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导致这个夜景的观感有点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为什么断定这个照片的天空在现实中不会有这么亮呢？那是因为我们在照片中发现了这些灯，所有的汽车的大灯、前大灯全部都是亮着的啊。在这个太阳即将落山的一个情况下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蓝调时间，马路上的汽车前大灯不是所有的都开着的，有一部分人是不会开的，因为这个亮度还不至于开启汽车前大灯。所以说我断定这张照片的原本天空的亮度不会有照片中这么亮，再加上它是一个长曝光嘛，也很容易把比较暗的天空拍亮。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切入点，把这个照片后期的天空稍微给它还原到一个真实的亮度再加上一个蓝调时间我们所有的相机在自动白平衡的情况下，蓝调时间去拍摄夜景，相机自动会把色温降得特别的低会拍出一个非常蓝的天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的饱和度天空蓝色的饱和度确实是比较高。那么这2个问题我们把它解决了，然后这个照片的观感就会比这张图会更好首先去观察照片的问题所在，然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么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是啥？是 PS 里面的 Camera 用这个 Camera 就可以帮我们解决我们刚才所说的这2个问题，一个是色温偏低，另一个是天空爆的比较亮那么我们把这2个问题只要一解决，这个照片是绝对会比你这张照片看上去观感要好的。好，那么首先我们解决色温问题，然后解决曝光的问题把色温稍微提高一点点，我们提高色温就可以看到照片的色彩，包括建筑上、墙面上的、地面上的这些映射的这些蓝调的这些颜色就会消失。我们来看一下开始的时候，地面这个柏油公路上、墙面上都会附着一层这种蓝调的颜色。那么我们把色温只要给它回归到正常值，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现场看到的这些建筑的色彩就会回归真实的颜色。好，我们色温搞准了之后我们再来解决亮度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曝光把整张照片亮度给它压下去用曝光压低整个照片的亮度压低亮度之后，我们可以稍微再提一下对比度，因为是夜景，有亮有暗照片还会看得通透。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对比度，也可以去薄雾这个滑块中进行操作。因为我们这个专栏以前最开始都讲过这个去薄雾的原理，去薄雾和我们这个对比度效果是类似的我们去薄雾也可以增加照片的亮暗对比，提高它的通透。我们直接操作对比度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效果是类似的不管你用哪一个都还可以我们就用去薄雾来操作对比好，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它的天空由于压暗了之后，它饱和度又提升了我反复的在这个专栏中都已经强调了，以压暗明度会提高颜色的饱和度那么我们刚才压了一个曝光，把天空的饱和度又提起来了，包括这个建筑上面的这些黄色灯光的饱和度也提起来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灯光的饱和度提起来了倒无所谓啊，因为这个并不失真。那么天空的饱和度一旦起来了，颜色就很失真了。那么我们就把天空的蓝，把它饱和度再给它解决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到哪里去解决天空蓝色的饱和度啊？我们是不是学过混色器啊？混色器你可以单独调整照片中某一种颜色，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找到蓝色进行处理，天空是蓝色的，对不对？把蓝色的天空明度给它压下去啊。好，明度压下去之后，减低它的饱和度啊，点击饱和度，把这个蓝色的饱和度给它减低啊，降低啊。像这种稍微有点乌云的这种蓝啊，这种青蓝，在现实生活中是能发现的啊，特别是在才下过一场暴雨之后，天气放晴了，然后太阳又要落山了，那个时候天空的云层就是现在我调出来的这个颜色啊。好，这个照片的观感就会比原图要好得多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再把这个照片调整前后来对比，大家就会觉得这张图不好看了，对不对？当时我们没有调之前，是不是觉得这张图挺好看的？那么现在一看啊，那个原图的色温确实太低了呀，亮度确实是太高了，调完之后还是好看一些，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这张照片的问题，就是报得太亮了啊，色温太低了。那么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就把曝光压下去了，把它色温给它提起来了，别的也没改什么啊，别的什么都没改。它就能提升它的一个观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照片啊，并不是说要调成什么颜色才能好看的啊，有些照片其实就是你的明亮度和色温出了问题，导致这个照片看得不是很好看。好，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节课再见。